如果你们远离城市的喧哗，也许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的啦。这个地方哦，据说是苏丹贝拉的地方，它拿来作为休闲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QCCS， 我是 Hiwei Seng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格瑞的布劳班丁。这次我们会来这边，就是要试一下 Proton Saga Executive 啦。其实我们也会同时试 Premium 版本，就是我们试下这个 4AT 跟 CVT 它的差别到底是怎样。同时，我们这次也会驾比较久啦，从这边回到去Proton Saga Executive 跟 Premium 就差一个5000块，就差一个 CVT， 一个是 AT。侧面看的话哦，你要怎样知道它是 Executive 呢？就是它的 rim。它是没有双色调的啦，它的车尾灯这边它不是贯穿式尾灯，但是这一片我相信日后是有好改的啦。里面 fabric 的，它没有给你皮的了。Executive 它就是这个是 fabric 咯，然后椅子又可以后面也是可以倒，那时候也是有拍过了。外观基本上 rim 不一样，跟 Premium 好像也没有差啦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会专注在测试 CVT 跟 AT 它的 handling 到底怎样，它的动力表现怎样。Proton有 Apple CarPlay 是非常难得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就来试这个 4AT 的我觉得 4AT 印象中会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一个啦。但是又听很多媒体人讲，哇，有 CVT 比较好哦 ，CVT 比较好咩？哇，第一次来这边的山路，听他们讲好像路还蛮好的，但是要注意有大象，这边就是给你们知道吗？二人世界放松，看大自然，看猴子，看大象。现在我试下 D 跟 S 来回切换我觉得跑山路用 S 会比较好啦，因为 D 的设定它就是会尽量让你在低转速那边走啦。S 它至少会顶在高转，会比较安全一点。S 因为漂移车手给你们suggestion S 跑山路会比较好。而且它的油门你踩一点它就退档，OK 嘞。D 就是真的是那种普通驾驶会 OK。为什么 D 在这个山路会没有这样适合是因为它感觉上还是会进到高档，就是一下子进到4号，然后但是我们又在上着斜坡嘛，没有什么力嘛，所以它就4号又3号又4号又3号这样子来回不是很好让我们 control 这辆车子。OK 嘞，它这个原装的设定过这种稍微烂一点的路，也没有讲到很潮。就用一个港风话来形容这辆车的话，就是很 solid 是吗 ？solid。来了。Go。NA 其实就是这样的力啦。对。你要它很有力也没有，很有力就是要改。Turbo is the best。如果有手摇我就买。Ultra Manual 我马上明天我就去下deposit。Hiwei Seng Series。对。你不用给我唱机什么那种 Apple CarPlay 不用。我发现到有一个尴尬的情况，就是它在我 hold 着油门一半的时候
它的这个变速箱会切换323232，因为它不是 CVT 嘛，所以它就会一直切换那个牙了。哇，这样多雾啊 ！FLX 上一代的科技，经过了这么多黄线，这个所谓跳的黄线，车子其实也没有到很大的噪音。等下我们就会到一个休息站，这个休息站哦是蛮出名也蛮漂亮的啦，它叫 RNR Banjaran Titi Wangsa， 它是一个木质的休息站。哎呦，它这个 reverse camera。虽然没有到很高清，但是它这个 guideline 它也是会跟着动的哇！哇，很大谁喂啊！虽然它的画面真的是不清啦哈，哇 ！RNR Amiza Titi Wangsa 就有后面这个大风车，这是假的啦，是装饰。这个就是这边休息站的 cafe。cafe 的外面贴满很多这种 event 的 sticker， 还是车队的 sticker 啦，新师团啊 ，motor group 啊，超级冷哦，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冷了。现在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因为真的一眼看过去都是雾。现在雨比较小了，其实我有一点我不是很喜欢啦，就是 Saga 它只有 Premium 版哦，它这个后面才有一个 button 可以给你开这个后尾车厢 ，Standard 跟这个 Executive 是没有的，所以如果你要开车尾，你就是要这个车锁匙 ，OK， 按着啊。它就才能够开啦。这样子买了东西，给你手上拿着东西了嘛，你就可能要这样子开。哎，没有button哦。哦，我买的是这个地方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还要拉这边啦 ，mechanical， 可能这个东西又是给外面赚钱了。外面 accessory 店又有好改，后面那个贯穿式尾灯，外面 accessory 店可以改，那个后面的把灯，外面的店也可以改，这样子 accessory 店呢就会很喜欢 button。我还有发现一个点 ，OK， 这个点啊是可能你们没有什么 service 车，你们不知道啦，就是哦，它这个 radiator 水箱啊，它是没有好。给你在这个水箱上面这边扭开盖灌水进去，它是在这个 spare tank 这一边灌水 ，spare tank 灌水，水会流过来这一边，所以它这个水箱呢，就是没有好上面开盖灌水进去。这个是一做的咯，进气是从这一边吸冷风吸进来这边啦。然后它的这个 exhaust 是在后面，所以要改 turbo 呢 ，turbo 就放在后面，或者是 turbo 来一条 pipe， 把这个箱子拆掉 ，turbo 就放在这边。讲真的，这个地方真的蛮凉爽的哦，只是一直下雨。Then 我觉得佳莹，因为她现在顾娃娃嘛，她没有办法出来，就是要顾那2个。她看到我来很羡慕，所以下次我会带她来啦。啊，老婆，我答应你了哈。呸！现在我来拍她 start 车。哦，所以它的转速表就是变成这样一条线啦。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这边他们会装个氛围灯，可以连接到这边。然后这边也会装氛围灯，这边可能会比较难粘啦，因为它就没有什么凹槽，可能会粘在这个地方，不清楚。只是说这个唱机啊，应该是不能够换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连着这个
车的这个资讯啊，全部 setting 啊，都要在这个唱机搞定。所以最多要改音响，可能就是加 DSP。但我很喜欢 Saga 它这种 Executive 版哦，它还是有 button 在这边，而且 button 你摸起来啊，它是有质量的啦，它不是那种 cheap 的感觉。身后的这一辆就是 Premium 版啊 ，Premium 版其实最简单的看就是它的 rim 是有two tone的颜色。但它这个 side mirror 哦，你开门、关门，它就是会打开啦。如果你上锁，它就会折进去。车尾灯啊，这个就不用改了啦，它就是贯穿式的尾灯。然后车尾箱它有一个 button 是可以给你开的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它走山路。哎呦！我拿去 S 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嘞。我觉得 CVT 好像比较适合跑山路很明显啊，我现在已经调整到我的坐姿了，我会 feel 到我的视野啊，真的是比较高去了。我刚才这样子开一小段路啊，我会发现到。CVT 就没有 4AT 这么尴尬 ，CVT 它就是保持在那个转速，它没有降档升档降档升档啊。4AT 它就可能一直在徘徊在那个2号3号2号3号。以前 Saga 的 CVT 啦，所谓判 CVT，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很累，然后迟钝这个 OK 啦，我觉得跑这种山路啦，我是建议用。高转的模式下去跑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用高转的模式去跑山路或者是在雨天驾车，其实是更危险的啊！这个就关系到技术的问题了，我就在这边不要讲太多。这个稍微踩大油一点，再收油。整个感觉是舒服的，没有到很暴力，稍微快一点的速度进弯 ，OK。车子还是稳定，维持在4200转，车速还在上升。我感觉上 CVT 像我这样子来跑山哦，反而还更加顺畅这个我 Heat Racing 是敢 confirm 了的啦。有惊讶到80过弯还是 OK 稳。再加上我们 Proton 还有防滑，还有 Stability Control， 基本上是咯，非常容易驾的车。Monaco， 这就是我们特别的这个隧道，有点像摩纳哥啊，就这一小段而已啦。那结论哦，就是我觉得 4AT 如果是跑山路的话啦，它就会升档降档升档降档这样子。CVT 呢，它就不会，它就完全是顺着去。在这个山路给我驾驶体验了过后，我觉得还是 CVT 顺它力也有也顺。我是觉得驾驶的那个感觉啦，还是 Executive 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 Executive 它真的是 driver 它没有到这么高Saga 玻璃。